我这次回国最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这本墨水试色书，它是来自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韩国灯泡墨水那个品牌。我在小明家逛墨水的时候发现居然已经有试色书这种东西存在了，一瞬间我觉得我用不完的那些彩墨找到了他们的家。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丰富的线条画，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钢笔彩墨去上墨，一方面得到了美丽的图案，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试色的一个参考。这本书里面的纸张都是比较厚的，能很好的 hold 住彩墨，并且能很好的展示出彩墨的 sheen、彩墨的层析、渐变等等。我当时一拿到这个书，我就一页一页的开始翻，每一页都好令我惊讶，就是里面的图案真的很好看。这一本好像是亚特兰蒂斯的主题，说到这里我就很期待，那它以后还会出什么主题呢？我觉得我可能会偶尔吧，虽然还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本啊。就你看里面这些图案真的很可爱，然后又非常非常的有细节，我迫不及待就是要操作起来了。在这本书的最后有很多页这样做墨水档案的图表，我把今天要用的墨水先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它们是来自达雅敏的七宗罪系列，这个系列有带闪粉的墨水，也有sheen非常足的墨水，整个看头十足，超适合用来做这本书的试色。另外我还用到了韩国灯泡的好几个之前没有用过的颜色，其中包括大热的这个莫奈系列，颜色非常的鲜啊，而且里面有的也是带闪粉的。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颜色，可以参考我这里的色号以及我用蘸水笔写出来的文字效果。首先我是用到了达雅敏家的七宗罪这7个颜色，我主要用到的工具呢是画水彩的笔刷，还有我们化妆用的棉棒，以及一支蘸水笔用来写文字。录这些镜头的那个下午，我在一扇大窗前坐下，把大大的桌子全部清空，把所有的工具一样一样摆在我的面前，手机打开我的播客播放列表，听着各位主播们天南海北的聊着，而我的手忙着打开面前一瓶一瓶的钢笔墨水，把里面五颜六色的色彩铺到我眼前的试色书里。有时我会用棉棒沾取墨水后直接往图案里面涂，这些地方会是颜色比较深的，然后我用水彩刷去蘸取清水之后去晕开刚才比较浓郁的色彩的部分，这样涂出来的图案当中比较浓的地方可能还会有墨水的sheen，而比较浅的地方，色彩比较薄的地方又能展示出这款颜色比较清透透亮的那种感觉，一整个展示出来的试色反而是更有层次更立体的。这本书绝对解放了我所有带闪粉的墨水，它们那么美，但是我不太想把它们上到钢笔里，怕堵也不好洗，但是现在它们用来涂这个试色书真的是太完美。这款 Ras 这个颜色我前面忘记录了，所以在这里补一下给大家看到，一共7个颜色涂成的这一页。其实我当时涂的时候没有太经大脑，所以其实现在来看我觉得很多地方涂的也不是很细致，很多都涂出界。可是那个下午在大窗前不紧不慢地玩着我的这些墨水，这里浓一点那里淡一点，侧过头去看sheen去看闪粉的那个下午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啊。对了，这里用到的这一款达雅敏的墨水超特别，它这一款是非常清清淡淡的海边的落日夕阳的感觉，然后它的层析是它最大的亮点，我特别喜欢这样涂出来之后能看到它水痕的那种感觉。接下来的这几款是 Dominant Industry 的莫奈系列，你们看这个外包装太好看了。另外用到的4瓶应该是常规的，不是什么限定款。于是我就又涂了一页海星的，我觉得妈呀，真的看着太舒服了。这几个颜色就是刚才灯泡的那几个颜色里面挑出来的组合，它们莫名都散发一种很清冷的气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和前面达雅敏七宗罪那种热烈的很正的那种颜色就形成鲜明的对比。看我这只渐变螃蟹怎么样，就我这样无脑浅涂了几页，我都能想象这一本有多少玩法。我真的好期待看到大家的作品啊，希望大家涂了之后能回我的评论区里晒一下你的作品，我预感到能美死我，期待你们的分享。它这个试色书里面的图案是多少页为一个循环的，然后在这本书里面重复，所以说它其实里面有些图案你很喜欢，但是你怕涂了一遍试色之后就没有再能涂这一页的机会，
会了，其实不会，后面还是会有的，但是我没数它循环了几遍。不过在书的最后有很多这样的基础的试色列表，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目录页、索引页，把各种不同的墨水能集中的放到一页里面去进行对比，不管是涂出来的大色块，还是细细的笔写出来的文字效果，都能是一个最直接的呈现。这本书里面的图案够复杂，够充满细节，相信我，一页就够你们玩上半天的。具体关于这本书或者里面用到的墨水，大家有不清楚的就在评论区里问我吧。今天就先这样，拜拜。